这个云起在大婚当日被揭露了假千金的身份，又因为下媚药被霍将军知道，现在上吊装死，将军肯定会休了他。本公主上吊装死，你且瞧瞧，待休书送到侯府一签，他就得被赶出将军府。谁能想到，我堂堂大圣朝权倾天下、豢养面首无数的昭宁长公主，一觉醒来，竟穿到了区区本公主的画本子里，变成了同名同姓的恶毒反派永安侯府嫡女云起。来都来了，我就绝不可能让你落得个死了都没人收尸的下场。往后的路，本公主亲自来踏，这世道我偏要自己醒。他怎么比起早上变了副模样？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咱们霍家昨儿刚进门的侯府假千金吗？胸无点墨的草包，连身份都是偷来的，也就敢用下药那种龌龊法子啊！我是假千金又如何？我是霍家明媒正娶的少夫人，就算是要休了我，那也是我霍家的家事，轮得到你一个丫鬟来说三道四？我就是体也不值！切，心疼霍休，你也配啊！这霍家的规矩，面对以下犯上的奴才，怎么惩治来着？哦，掌嘴50，发脉南疆。少夫人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乱说话。我听闻霍萧今日回府了，麻烦你帮我转达一下，在休弃我之前，我要见他一面。是。前世在长公主府，阅尽江南美男，咬了面首无数，倒没见过这般冷厉难驯的男人。你要见我做什么？这又是哪出戏？是想在我面前卖惨，求我不要休了他吗？将军，你可算来了。将军，苦肉计对我没用，也不可能再留在将军府。你一定要对我这么绝情吗？你绑我？如此投狱，他什么时候给我下的药？将军虽面了，心却是热的。这就是你叫我来的目的？你以为这么做，你就可以留下来？将军应该听说过我在京中的传闻吧？人人都说我生性放荡，既然如此，我不如现身说法。再说了，我与将军是夫妻，夫妻敦伦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再晚些若是不是了，那现在更是要抓紧机会了。毕竟像将军这么好的男子，可不好找。成为春光，一帘恍若梦啊。老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那贱妇呢？老夫人，将军正和夫人在房内说话。什么？萧
说什么？你再不说话，我就进来了。别进来，我和他有要事要谈，事情我会处理完，母亲不必忧心。我们走。将军，你待我真好。你方才所言是真心的？自然是真的。我自3年前见到将军大胜归来，在人群中，我瞧见将军勒马时，转头看了眼百姓，我的心中就深深地记住了将军。从那之后，我每日每夜地想着将军，可是我一个闺阁女子，根本就没有跟将军见面的机会。侯府的女功课我都不去上了，我偷偷地跑到藏书阁里面去看兵书，想着这样可以多了解将军一些。可是我实在是太笨了，怎么看都看不懂。给将军下药，我有所隐瞒，是我不对。所以，如果将军强行要休了我，我绝无怨言。长夜无眠梦，回眼晨光渐婆娑。你先起来。对妆玉兰流光。这是什么？被抓包了，这什么破法子，这么滑！这气味，你果然又对我用药。云起，你很好啊。不过是为了给你留下些刻骨铭心的难忘回忆罢了，让你此生再见到别的女子都觉得索然无味。我只是希望我与将军的第一次能够印象深刻一些。他还为之上了，这女人简直满嘴谎话。我会让人把休书送去侯府，明日一早收拾好东西离开将军府。从今往后，你与我没有任何瓜葛。被休了，哼，太好了，目的达成。我可是真吃过国宴的，真让我下半辈子守着一个男人过，还不如开局就被抛尸乱坟岗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奴婢是小姐的丫鬟，理应跟着小姐。小姐留在将军府，奴婢便守着；小姐回侯府，奴婢自然也跟着。你可知，如今永安侯府的嫡女另有其人？那也要回府听老爷夫人发落。小姐一日是小姐，奴婢一日便是奴婢。我从前对你并不好，你倒是忠心啊。小姐只是脾气差了些。当初我娘病重，若不是小姐允许我出府照料，我连她最后一面都见不着。元山贤穗和哭哭啼啼烦扰，随手挥了挥准她出府，却被这丫鬟继承了恩情。那便跟我一起走吧。好。侯府，待会儿才是有戏要上演。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先是被拆穿冒牌货，如今又被将军府休弃，扫地出门。现在满京城都在笑我侯府错忍千金，养了个不知廉耻的东西。爹爹娘亲，你们消消气，别一会儿气坏了身子。爹，这个云起恶毒至极，他若是回来，我们侯府也直接把他轰出去。老爷夫人，那位被将军府赶出去的，他回来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侯府金枝玉叶的嫡女吗？某些人该不会还以为自己是曾经高高在上的侯府小姐吧？竟还有脸回我们永安侯府来！兰香姑娘您瞧，她脸上的粉都花了，莫不是在路上哭了一路？也不奇怪，毕竟一下子从千金大小姐变成野种，又在大婚第2天就被休了，可不得好好哭一场。这兰香作为元生多年的贴身婢女，除去阿丑，便属她挨的责骂最多。此刻身份逆转，就抓住机会踩在我头上。
你竟然敢打我！有何不敢？我的名字现在还在永安侯府的族谱上，而你不过是一个签了卖身契的贱婢，有脸跟主子这样讲话？你还以为自己是大小姐？你不过是……不过什么？只要族谱一日未将我除名，你就得跪着叫我一声大小姐，懂吗？老爷，夫人不好了，云姐打进来了！反了他！爹爹，娘亲。爹爹，娘亲。你闭嘴！你根本就不是我们侯府的血脉，你还有脸叫爹爹和娘亲？那我该叫什么？假爹，假娘。你够了！枉我侯府多年以来把你当掌上明珠般养着，却没想到你本性如此恶毒卑劣。现如今你的身世，相信你已知晓，侯府断然不会再留你。爹爹，老爷，爹爹，您没事吧？坐。阿丑，原来也不丑。这穿上我的衣裳也挺好看的。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怎么还敢叫我阿丑？爹爹和娘亲，如果想将女儿赶出侯府，不妨先看看这个。永徽17年3月27，暗劫太子贤马陈玄策于城西悦来客栈，密上结党事宜。你写的这是什么？怎么，爹爹不识字了？你写的这些事情，我何时做过？爹爹确实没有做过这些事，因为是我瞎编的。不过若是这些罪状由我口中说出，传到陛下耳中，就算陛下心中存疑，也会对这侯府生出嫌隙吧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也并不多，只要侯府对外宣称收我做养女，府里上下继续称我为大小姐即可。做到这些，女儿自然不会在外乱说。我也是一个识趣的人，西偏院的竹影轩就不错，我腾出来的启光院可以给二妹妹住，我身边只留穗禾一人伺候即可，不必劳烦侯府其他人。白眼狼，留不得了！爹爹，您该不会想杀女儿灭口吧？爹爹从小将我养在身边，想必不会如此狠心的。更何况，我既然敢开门见山的与你来说，就是做了2手准备。没想到养了多年的不是白眼狼，而是难产的虎豹豺狼啊！那爹爹，娘亲，女儿便先退下了。老爷，爹爹，老爷，小姐，里面又脏又乱，您先在外面等会儿。小姐，小姐，请坐。好。小姐，你先坐着歇歇，我去收拾一下。都沦落到住西院了，还摆这种大小姐的架子吗？原主的庶弟，郑姨娘的儿子云敬晨，除了我，恐怕没人知道。洒扫丫鬟郑姨娘原是江南巨富沈氏的独女，原剧情里原身对云敬晨百般折辱，心地善良的云溪月却如一道光照亮了她。
未来他从祖父手中继承的万贯家财，都将心甘情愿捧到云溪月面前，任他取用。正缺钱，就有个未来躺金流银的摇钱树弟弟送上门来了。你专门跑过来，就是为了嘲讽我的？大概是老天有眼，恶有恶报吧。前段时间还居高临下的骂我是贱种的侯府大小姐，竟落得这般下场。云锦晨，难道你不想知道你母亲被发卖去了哪里？你知道我母亲在哪？我知不知道，取决于你的态度。你若是真想知道，不如今晚亥时来我房间找我。不同意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就知道这个人根本没有那么好心，就算知道母亲的下落，也绝不会轻易告诉我。你叫我过来，要做什么？穗禾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过来，跪下，给我擦干。窗外春光一轮黄蒙蒙啊。我可没有说过是要你用布擦干。他这是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哪怕他落魄了，还这么高高在上。怎么，生气了？却绕着我心。初恋摇晃着红烛影，指尖流动好光景。叶阳，可以了吗？当然不可以。你不会以为我今天叫你过来，就是给我擦脚吧？你还要我做什么？现在就把衣服脱了。来之前洗漱了吗？洗过了。那就上去，给我暖床。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这个破地方连个暖炉都没有。再说了，弟弟给姐姐暖床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去。好了，可以起来了。他果然
们只是保暖暖床的物件，用完了就丢。待会儿走的时候，记得帮我把蜡烛熄掉。你准备何时告知我母亲的下落？看我心情咯。你怎么了？胃疼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胃疼？你晚上什么都没吃？这种下人吃的东西，我才不吃呢。自己找罪受，活该。回来了，放心不下我。这是什么？这会儿厨房没人，我偷的。你之前惯吃的不就是这种点心吗？你就不怕被别人发现吗？发现便发现，则不过是我父亲又骂我，上不得台面罢了。啊。长流年华，回眼晨光震破。推窗一揽流光，绝剑一月重痕，你是你难测，过往皆如歌，写下暮雪不负。没想到你还是挺关心我的。我只是怕你还没说出母亲的下落，就先被噎死了。小姐，你营养不多少，还是吃点吧，别饿坏了身子。不急，再等等。你吃这个。小姐，森少爷怎么会把他的餐食和你换？他自然是怕我又不吃早膳，把自己饿死了呗。要知道从前小姐欺凌过多少次三少爷，三少爷不怨恨就算了，竟还会把自己的早膳拿给小姐吃。你也吃。大小姐，二小姐请您去趟启光院，哦，不是昭月院。这院子昨日才易主，今日院名就换，倒像是生怕旁人不知道，如今云溪月才是侯府的真正嫡女。你叫我来干什么？姐姐来了。这间屋子原本是姐姐住的，这些衣服和这些首饰，娘亲说都归我了。不过我还是寻思让姐姐来选几件喜欢的，毕竟姐姐还是侯府名义上的大小姐，传出去也不好让侯府丢了脸面。这侯府千金一天都没当到呢，这么快就适应了，都开始为侯府的脸面着想了。这个云奇怎么敢？明明我才是侯府千金，是这个院子的主子。姐姐你误会了，我只不过是想让姐姐带些念想走，不过没事儿，姐姐若是不喜欢，那便算了，是妹妹不好，不该提起以前的事情，惹姐姐心烦。谁说我心烦了？我没听错的话，你刚刚说让我挑喜欢的衣裳和首饰带走。是啊。穗禾，去库房拿一个最大的麻袋过来。是。麻袋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去将那衣柜里的衣裳、首饰台上的首饰通通带走。是。
姐姐这是在做什么？妹妹既然如此贴心，我自然不能辜负了妹妹的好意。这侯府千金的体面都在这衣柜跟首饰盒上。妹妹放心，今后我定会打扮得如妹妹一般金贵，绝不露侯府的脸面。可我说的是让姐姐只带走几件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呀。要不然妹妹觉得我从前将它们摆在房中是为了碍自己的眼吗？我本意是为了羞辱她，她怎么能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二哥，二少爷明鉴，我家小姐心善，让大小姐挑些旧物带回去，没想到大小姐直接让人拿来麻袋，要把所有的衣裳和首饰全都带走。云起，你怎能如此不要脸面？你怎么好意思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带走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这屋内的东西以前本来就都是我的，你既然如此心疼亲妹妹，就该给西月妹妹买新的东西啊。你这让侯府的嫡千金穿我穿过的衣裳，用我用过的首饰，多丢侯府的脸。属于你，这些都是属于月儿的，是你从前鸠占鹊巢，你还有脸说这些东西是你的？是我哭着喊着要上来当冒牌千金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这是哪门子的受害者？小姐，这下好了，有了这些金钗玉裳，您就不用穿那些破衣裳了。等等，过来，先将你脸上的汗擦擦。小姐，您先坐着歇息，我这就去把衣裳和首饰都归置妥当。哎，等等啊，看看你喜欢哪些，挑一些。小姐，奴婢只是个下人，怎么配拿小姐这些华贵的首饰？怎么配不上？我们女子值得天下最好的，对自己好一点。来，拿上。明明只当她是攀附权贵的俗母，明明是想让她知道算计我的代价，可修书递出去的那一刻，竟不是痛快。夜里合眼偏生想起的不是她的诡计，是她凑过来发间的香，是她指尖擦过我手腕的温度，是她被我冷言斥退时眼底那点转瞬即逝的委屈，竟比她的算计更扎人。我竟会想她像一个用下作手段爬上我床的女人，明明该厌弃该鄙夷，可就那该死的那点生理性喜欢，就像是复古之躯，休了她，倒像是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给剜了。她那样不安分的人，没了我这桩婚事束缚，此刻开始不好了，将军，有人看见云大小姐去了。去了什么？说。回将军，云大小姐她去了南风馆。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敢对我这样。话本子里写了，这齐卓明面上身份不为人所知，实则是当今皇后嫡出的七皇子。不久之后，他便会恢复皇子身份。这样的人脉，当然要先来套套近乎。小娘子，您是？我想见你们馆内的齐公子。这恐怕不行，我们齐公子从不见客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能对出齐公子所出的上联。我们公子只见志同道合之人，若您对的能让公子满意，或许我们公子愿意与您见上一面。不过我们齐公子给出的上联，至今还无人能对得上来。不知可否一看？可以。的确很难对，这个齐卓
就差把别来烦我写在纸上了。劳烦取支笔来。好，您这边请。拿去呈给你们公子吧。这位姑娘，您这边请。我们公子说邀您见面一叙。我听李管事说，对出下联的是位少女，姑娘可比我想象中要更小一些。请。公子也比我想象中容色更加惊艳。以鹤云破寒月，用热酒融冰冷，把我上联的孤绝和困局，倒是批出了烟火暖光。这是我为姑娘热好的酒，姑娘可想尝尝？很香。这是我亲手酿的果子酒，青梅浸了3月春露，蜜柑伴着松针蒸过，最后再用雪水封坛，埋在梅树之下，闻着相当清甜，入口像含着团软云，实则能让人骨头醉得酥软。哎，姑娘，你可切莫贪杯啊！好喝。敢问姑娘想见我，所为何事？公子想听实话吗？自然。我听闻京中人传说树玉楼的齐公子倾国倾城，我便想着来瞧瞧，是否真如传闻中那般。那姑娘见了，可有失望？美人如玉，美玉有瑕，不过是块破石头罢了。见此容色，死而无憾。齐卓，你的弱点终于被我抓到，原来孤寒高傲的齐公子竟是个瘸子，你这只残鹤飞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的这双腿被他发现了。觉得有点头晕，我去透透气。我说过，这酒很容易醉的。人生能有几回醉？得此美酒，当然醉在当下。月光恋恋打落，桃花颤抖枝桠。可以吗？你想吻我？可以吗？这位侯府假千金，倒与外界传言并不相同。霍将军，我们公子正在会客，你怎能贸然闯入？你们在做什么？霍将军未经允许就擅自闯入，是否太过失礼了？齐公子，你与他怎么回事？不过是客人贪杯醉了，起身时有险些跌着，我只不过是扶了他一把。将军，莫不是看错了什么？齐公子，你可知道云小姐是我家将军的前妻吗？这我倒是并不知道，不过既然已是前任，那这位姑娘应当是行事自由。霍将军，你这般气势汹汹，你莫不是后悔了？既然他已经喝醉了，那就由我送他回侯府。
霍将军，是否太不把我当回事了？这里可是树玉楼，我的客人哪怕是当朝将军，也不可以随意带走。你们好吵啊！霍将军，你也来看齐公子的酒。齐公子的酒特别好喝。云奇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抱抱。不过戏子，他玩累了总要回家的。拜拜，齐公子，我改日再来。云奇，将军，我怎么会在你的马车上？先前在树玉楼的事，你全都不记得了？我记得我见了齐公子，喝了他酿的青梅酒。齐公子酿的青梅酒很好看，不，我是说齐公子他很好喝。你去树玉楼做什么？你可是那是什么地方？你一介女子，竟半点不在乎自己的名声。正是因为知道，所以我才去啊。霍将军将我休了，我这心中非常郁闷，找个地方买醉应该也挺合常理吧。更何况这京中都传我生性放荡，这样一个生性放荡、名声尽毁的女人，去南风馆又有何所谓呢？她若是真放荡，和我在一起时，又怎么会还是处子之身？分明被满京城戳着脊梁骨这般议论着，偏要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不过将军既已休了我，那我们便是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管我做什么？你今日来这树玉楼寻我，该不会是看见我去找别的男人，吃醋了吧？我不过是顺路而已，想把你落在将军府的东西还给你罢了。毕竟好聚好散。难为霍萧能把这么不起眼的东西找到，那看来我还得多谢将军喽。如今天色已晚，我就先回侯府，不继续叨扰将军了。那日那般亲密的纠缠，我辗转难眠，他却仿佛将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明明这样的事情，应该是女子更在意才对。你当真没什么跟我说的？你当真没什么跟我说的？我确实有话要对将军说。什么？将军，你能不能……若是他此刻开口求我，或许可以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事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你说什么？我现在身无分文，你要是真的可怜我，你可以拿钱砸死我。你缺钱，是如何见到齐卓的？听闻京城中有人一掷千金求见他一面，都未能如愿。
我见其卓靠的不是钱财，是才华。咋啦？等等，既然你现在已经在我的马车上了，那就用我的马车送你回去。不必了。将军，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？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和死了一样。将军既已休了我，那我和将军就得避嫌，不然的话会影响将军找第二春的。你避嫌？那日还攀在我身上辗转思慕，伏在我胸膛说做梦都想见一面的人，今日连坐我的马车都要避嫌。什么爱慕我整整2年，果然都是这女人张口就来的谎话。今夜赴约未晚时，这里只有你我，再也不会被别人打扰。齐公子相约，穿成这样，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。云姑娘教我，我能给你的比火萧多得多。那看来齐公子不光要给我交学费，还要给我看诊费。看诊费？让我帮你的腿一点一点地找回感觉。看来我的医术很高明。昨夜绵绵耳语，记忆缱绻如许未散去，情丝拂动你眉心，却绕着我心。珠帘摇晃着红烛影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昨晚去哪了？怎么才回来？去赚养我们的钱去了。就算有天大的急事，也等我睡醒再说。小姐，三少爷他被夫人房里的周嬷嬷带走了，说是要给三少爷用家法。我的狗，我看谁敢动！不知母亲叫我前来是为了何事？哼，你生母虽然卑贱，我当初瞧你可怜，就当你没被生母教养过，倒还有的救。今日我竟然不知道侯府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倒养出个偷鸡摸狗、不知廉耻的东西。不过是3款芸豆圈而已。三少爷，厨房少了东西，有人亲眼见你前夜子时1刻进了厨房，那少的东西可是你拿的。是。哼，那人还说你出厨房后便去了大小姐的竹影轩，厨房里丢的东西可是大小姐指使你偷的。东西是我偷的，但并不是大小姐指使，是我自己吃掉了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你偷吃的可是祭祖的贡品。贡品？这可是对祖先大不敬的错。
少说也要在祠堂罚跪2日，禁食3日，这罪过你可担得起？哼！来人，把东西呈上来。这是岭南贡菊，从5岭之外运了7日。哼！哼！老侯爷生前最爱这口酸甜，我费了多大力气才凑够这24个，如今被人啃得只剩空皮。3日后，侯府的祭祖仪式，你让侯府用什么去告慰祖先？你想清楚了，这罪过你可担得起？我从未见过这些贡菊，我去厨房拿的只是3块芸豆卷，去竹影轩也只是有事要谈。这些贡菊被偷吃，我并不知情。三少爷，你还不承认？这橘子厨房关门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清早去换冰的时候就被人偷吃了。此间去过厨房的就只有你一个人，不是你做的还能是谁？我素日里瞧你这孩子克己守礼，断不会贪了这一口金贵果子。你只要告诉母亲，是不是云起让你去偷的这贡菊？若你肯说真话，今日之事便和你无关，你离开便是。不是，我只拿了几块芸豆卷，贡菊的事我并不知情，更与大小姐无关。好你个贱骨头，你既想充英雄替人顶罪，那就尝尝侯府的藤条是不是比你的嘴巴还硬。偷吃祭祖贡品，大逆不道，成何体统？按家法处置，先打20鞭，祠堂再跪满3日。怎样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否受伤，是否疼痛，这世上本就无人在意。这些究竟如何，同样也没人在意。住手！他怎么来了？住手！爹娘这是在做什么？姐姐，三哥前日偷拿了厨房里祭祖的贡菊，问他却不肯承认，这才动用了家法，是吗？若真是这样，那也太上不得台面了吧。不是，不过我倒是好奇，前夜云近尘来竹影轩找我的时候，身上并无橘子的踪迹，莫不是他在厨房将所有的橘子全都吃了？许是三哥从未吃过这么金贵的果子，一时贪了嘴。贪嘴？一次性吃24个贡菊，我看不是贪嘴，怕是会被撑死吧。够了，既然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也不必来看什么热闹。待家法行完，此事也就算过去了。哼，乔父亲这话说的，此事虽与女儿没有关系，但女儿也想为爹爹分忧啊。得查清楚，到底是云近尘在说谎，还是说这偷吃贡菊的另有其人呢？吃都已经吃了，只剩下一堆果皮，还差什么？女儿之前在一本医书当中看过，砂糖菊这果子性寒，若食用过多，1日内不可再食用生牛乳，否则便会腹痛腹泻，四肢厥冷。不妨给他灌一碗生牛乳下去。若云近尘出现了此类症状，那女儿觉得这20鞭刑都不够，至少还得再加10鞭。可若是没有，那便证明云近尘他是清白的。你从前连《三字经》都识不得，还看什么医书啊？
娘亲若是不信，可唤府医过来，一问便知。传府医就不必了。不必了。娘亲刚才如此震怒，不查清楚，何以正家风？娘亲不愿叫府医来，该不会是此事另有什么隐情吧？难道另有隐情呢？他向来连大字都认不全，《三字经》都看不进去，怎么可能读过晦涩难懂的医书？怕不是故意诓我，想叫我自乱阵脚？哼，能有什么隐情啊？你既然这般坚持，那就传府医来，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。是。陈一正，可有此事？啊，确实如此。这千金方中记载，砂糖菊性凉味甘，多使益伤脾胃之阳气。若是与生乳类同食，则二者寒热相搏，轻则腹痛呕逆，重则气血凝滞。那看来女儿并未记错。刚巧，今日我让穗禾备了生牛乳，不如就给她灌一碗下去，她是否说谎，就一验便知。喝。如何啊，陈一正？你瞧瞧他的样子，像是吃了24个贡菊的人吗？哦。三少爷气息平顺，舌象淡红，苔薄白，也并无腹痛之态。依我看，并无时机之象，贡菊之事恐怕另有隐情啊。既非他所为，必是厨房奴才监守自盗。即使知道是谁，他还是选择骗他的。即刻彻查厨房上下，若抓住偷菊之人，杖责30。等等，刚刚听陈一正说舌苔的颜色，我记得人大量食用砂糖菊后，舌苔会成橘黄色。方才我瞧见妹妹舌苔像是染了菊汁般，该不会就是你偷吃的吧？我没有，不是我偷吃的。没有，那你将另一碗生牛乳给喝掉吧。若你没有，就算喝下也无恙。够了，云溪，你以为你还是从前的侯府大小姐？玉儿是你的丫鬟，你可以随意使唤，认清你的身份。哼，哦，那我便是知道了。妹妹，你如今已是侯府嫡女，怎么还是改不掉当初做奴婢的那些习惯呀？你想吃什么直接说便是。母亲如此疼你，定然不会舍不得你吃的。你为什么要偷吃贡菊，还一次性全部都吃光？这列祖列宗在上知晓了此事，该有多心寒呢？这不过就是一碗生牛乳，我喝，不过是腹痛而已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哎呀，玉儿，你是怎么了？娘亲，娘亲，我难受，想去净房。定是你从前没有喝过生牛乳，身子不耐受。快带小姐去净房，陈一正即刻给玉儿诊治。是。
若不是这丫头百般刁难，月儿何至于在众人面前出此丑态？够了，就当贡菊被野猫给糟蹋了，以后谁也不得再提及此事。你们两个都回西院吧。哼。月坠星湖，风息烛火，往事斑驳。还能不能走路啊？能。那便跟我去竹影轩。亲人之事是主母设局陷害你，我自然知晓。他是借你的名义，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我的头上。不过，你不是应该很恨我吗？那你为何不顺着他的话，陷害于我，反而硬生生的要扛下这顿打呢？做了便是做了，没做便是没做。我不是维护你，只是不愿颠倒黑白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知晓牛乳与贡菊相克，且拿牛乳发作的这般快。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袁希月今日厅前失仪，是因为喝了生牛乳吧？你该不会……今日我让穗禾去采买一些药材以备不时之需，其中呢就有巴豆霜。我让他准备生牛乳时，往其中一碗牛乳中加一些巴豆霜。若袁希月舌苔上没有贡菊的颜色，我便用另一碗没有加料的牛乳还你清白即可。可谁让我发现他偷吃了贡菊，还想联合他的母亲一起构陷于我，我自然没有放过他的道理。怎么，觉得我坏？反正你向来如此。别墨迹了，把衣服脱了。月坠星湖，风息烛火，往事斑驳。我说脱光，我说脱光。你不脱光衣服，我如何给你上药？但你背上的血迹干到衣服上，到时候再撕下来，可是会很疼的哦。他这种高高在上、只被人伺候惯了的人，怎么会愿意屈尊降贵，帮我做上药这种事？不愿意脱衣服就滚出去。到时就算你身上的伤口烂穿了，也与我没有半分关系。月坠星湖，风息烛火，往事斑驳。皎洁一晃，心血放肆，写满炽热承诺。拂袖转身问，因果终闪烁。抖什么？面眸回眸，穿过风破锁。推窗于蓝流光，绝界与月重合，你心意难测，过往皆如歌，千山暮雪不负相逢，你离人间，也要与你相拥。万家灯火，所有回眸，追索银河，映出在我眼中。浮生若寄，不问西东。好了，踏碎流香，惊鸿一瞥匆匆。亘古长夜，唯一执念，燃着心烟，烧着归途重重。看着我干嘛？怎么，我好看的让你挪不开眼？
你倒是挺喜欢自夸。今日我给你上了药，你还没给我道谢呢。谢谢你。谢谢我。你应该好好想想，应该如何称呼我。称呼？叫你该叫的，我想听。姐姐，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她像个妖精，要将人吞吃入腹，还要让人心甘情愿赴死的妖精。真乖，既然弟弟这么乖，姐姐给你准备了个礼物，要送给你。今日在集市上看见的，觉得很适合你，所以便买了回来。我觉得你会喜欢。看，是不是很衬你？它还会发出声响，以后你带着它，有声音响起，我就知道我的乖弟弟有没有待在姐姐让他待在的地方。这是链子？对啊，很难看出来吗？云姐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你以为是谁都配拥有的吗？这若是旁人想要，我还不给呢。我是人，不会任你呼来喝去的。还是说，你又想用我母亲的下落做要挟，逼我戴上这个？我云起从不逼迫他人，这东西你不想要，就可以走了。小姐，三少爷的伤是不是很严重啊？我看他走的时候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。把那瓶药给他送过去，扔门口就行。小姐，二小姐昨儿个拉了整宿肚子，听说往净房跑了不下20趟，整个人都拉脱了形。夫人在她院里守了通宵，今朝眼下可是一片无情。边上落在旁人家孩子身上时，主母的眼神冷得像冰，可自家女儿遭了罪，那慈母心肠倒比珍珠还真。还有呢，安远伯爵府送了几回帖子来，夫人把京城里最有名的几个裁缝都叫出来了，说是要给二小姐做10套新衣裳，还要打几套赤金镶宝石的头面，说是二小姐5日后赴宴要戴。原剧情里，宴会后袁心月因得了谢世子的青睐，在贵女圈站稳脚跟，一时间风头无两，便更加看不惯袁氏，随即让袁深一灭呜呼了。听闻谢世子回京了？是。想要改命，还得借他。可2年前，谢灵雨向袁深表白，袁深当众拒绝，还将他羞辱得体无完肤。谢灵雨由爱生恨，离京数变。穗禾，你帮我去打探一下谢灵雨的行踪，一定要仔细一些。是。世子，怎么才回来？磨磨唧唧的。您让我打听的那些事儿，奴才都打听明白了，一点也没落下。哦，说，就和咱们昨日回京时听到的一样，那个云家大小姐压根儿就不是侯府千金。不仅如此，从他们成婚第2日就爆出来，那个霍将军娶她是因为云小姐给他下了药。哦。那个霍将军娶她是因为云小姐给他下了药。哦。霍将军知道这个事儿之后，立马就写了一封休书送到了侯府。
这个恶毒又倨傲的女人，哼！2年前是怎么当众羞辱我的？哼，云锦，我喜欢你。只有全天下最好的男子才配得上我，谢灵雨，你配吗？如今她变成这副模样，就算是嫁给一个5品小官，恐怕都不够格。况且她现在声名狼藉，还成了被将军府休掉的弃妇。小爷今日高兴，这望春楼上下2层的酒水，小爷买单。哈哈哈哈。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她如今落魄的模样。行行好吧，姑娘。哎，这姑娘怎的在大街上就把钱袋给露出来了？一出手还是无量银，举手之劳。孤身一人，又生得如此娇弱，还身带着如此多的银钱，若是被这有心之人给盯上了，还没见过哪家千金肯靠近这种路边浑身冷血的老干。太蠢了吧！身后有条尾巴都不知道，当他还在后院呢。算了，今日遇到本世子，算你好运。走。小娘子，出手挺阔绰呀，不如分给兄弟们点银子花呀！你们干什么？你装什么糊涂？老子亲眼看见你给一个老乞丐塞了5两雪花银，识相的赶紧把钱袋子给我交出来！要是不肯交出来，那哥哥们可就要亲自动手了。钱。推窗玉兰流光绝剑，一夜重合，你心意难测，过往皆如歌。石头，钱呢？妈的，敢耍老子，给老子死！啊！你该不会是谢世子吧？这上山跺跺脚，能让京城倒3斗。如今就阴差阳错撞破我们劫人，世子爷饶命！世子爷饶命！世子爷饶命了！世子爷饶命！咱们也不知道这姑娘是您的人，要是知道，就是给咱们10个胆子也不敢啊！是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旁人你就敢了？若是再让我看到你们在这一带晃了，我就拔了你们的舌头，放在城门口喂乌鸦。是。他们已经走了，你可以松手了，快回家吧。我刚刚好像不小心把自己的脚给崴了。你怎么那么笨？那路你还能走吗？啊！罢了，好人做到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家住哪？我请人送你回去。我叫齐云，家父是礼部员外郎齐明轩。我今日出门是想往慈油堂送一些冬衣和粮食，不曾想半路丢了东西，我便下马车寻找。我的丫鬟也去了别处寻找。对了，我的马车停在了西街第2棵槐树下，不知可否劳烦公子派人去告知一声，让我的马车过来接我。这姑娘傻乎乎的，单纯善良的看着就好欺负。你丢了些什么？我把阿远伯爵府竞卖会的帖子弄丢了。刚才听那几位泼皮唤公子世子，不知世子可否知道此事？那帖子
对你很要紧。静脉会所竞拍的财物皆用于赈灾，我原本是想捐掉自己的珠钗，想尽一份微薄之力。你在这等我。你拿去用，反正入府拿帖子就行。可是，世子，您将帖子给了我，你如何复会？这就不用你管了。我到时候就说我帖子丢了，让安远伯爵府再给我送一份就行。我的人去叫你的马车了，一会儿就到。多谢世子，世子你真是一个好人，人长得好看又这么善良。今日若不是世子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公子，马车来了。你现在强撑着走的话，崴伤只会更严重。要不我抱你过去算了。那便有劳世子了。只触碰一下眉心，怎却忘记？那是你美丽的眼睛，那是你温柔的心。小姐，东西我没找到。您这是怎么了？这位是……方才我遇见了几位宵小，多亏有这位公子相救，他还将他的帖子给了我。举手之劳，你回去记得给擦药。多谢世子。小姐，您的脚踝……我没事儿，我装的。这个世上哪有那么多的不期而遇啊？所有碰巧都是精心设计。哼，安远伯爵府的竞卖会，我当然要去。仙灵雨日后得知了真相，也无所谓。云起，你还敢回来？你屋子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巴豆霜？你下药害人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哼，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二哥没听过一句话吗？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更何况是云溪月偷吃了贡菊，栽赃嫁祸给云近尘，害他受的家法。我不过是让他闹了一夜的肚子，还手下留情了呢。云近尘，他就是一个庶子，从前不是被你辱骂的最狠，你张口闭口就是下贱胚子的骂。如今你倒是关心起他来了啊！是啊，我就是关心他。我们两个人，一个假冒千金，一个低贱庶子，天生就该抱在一起舔伤口，相互慰藉。小二哥生来尊贵，是不会懂的。他说我们天生就应该抱在一起舔伤口，相互慰藉。的确，你们一个恶毒卑劣，一个身份低贱。你来做什么？你不是说需要人给你暖床吗？我之前是需要，不过现在不需要了。我说过，我呢，从来不会逼迫旁人。你若是不愿意当我的狗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滚了。
我说让你滚，你听不见吗？就算在未来旅程只是一抹草身后的影，愿护送你到八荒边境。想不到侯府养了16年的嫡女，竟然是个冒牌货，难怪行事蠢笨又跋扈，还敢干出给将军府下媚药这种蠢事，还妄图嫁进将军府。像他这种血脉阿扎的人，鸠占鹊巢又罪行累累，如今被将军府一纸休书赶出，真是罪有应得。霍将军到！世子到。镇国公府这位混世小霸王怎么也来了？是啊，他平常最烦繁文缛节，最不喜人多的场合，今日怎么这般给面子呀？他怎么没在？不是拿到了请帖吗？难不成是因为脚上崴伤还没好，所以行动不便？谢世子，问，礼部员外齐明轩的女儿怎么还没来？礼部员外齐明轩，谢世子是不是弄错了？齐员外他只有一个儿子，没有女儿啊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说的是齐明轩的女儿齐云，她明明拿了请帖。齐云？齐云是谁啊？世子爷，小的没有乱说，齐员外他确实只有一个儿子齐桓，他就坐在那个位置。这怎么回事？说不定齐桓还有妹妹，哪怕不是亲的，表妹、养妹也行。忙你的去吧。云奇每次现身，层层叠叠都是一身华贵饰品，恨不得挂满全身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永安侯府有钱。眼前这位真千金，打扮简约，不仅显贵气，还显得清雅。就是，这才是真千金的风范，不像从前那位，简直是山鸡跟凤凰的对比。啊，您就是永安侯府的西月小姐啊？那边有空位，我领您过去。有劳了。妹妹这眉眼生的真标致，有似江南女子的温柔，不像之前那位嚣张跋扈。那可是，妹妹一看就贵气非凡，不像之前那位穿金戴银、俗不可耐的样子能比的。各位姐姐谬赞了，好热闹啊！好热闹啊！这声音怎么和那天遇见的齐云这样像？等一下，云奇、齐云，妹妹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云奇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一个险些被逐出府的冒牌货，没有请帖，你敢擅闯伯爵府？你就不觉得臊得慌吗？谁说我没有请帖？我若是没有请帖，那我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还在这里嘴硬！伯爵府的请帖明明只给了云溪月这一个真千金，何时给过你一个假千金？你怎么可能有请帖？伯爵府确实没有给我请帖，是镇国公府的谢世子将他的请帖给了我，邀请我来。你要是有意见的话，你去问他呀。谢凌雨，这怎么可能？云奇，你跟我过来。
谢凌宇，你弄疼我了。我弄疼你？云奇，我问你，5天前在望春楼外和我见面的那个人是你吧？你费尽心思蒙着面纱制造和我的偶遇，又是假装被泼皮堵在小巷，为的就是从我手里抢走请帖。我真是瞎了眼了，竟然没有把你认出来。我是骗了你，那又如何？我直接问你要，你也不会给我呀。云奇，2年不见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……谢凌宇，你吵死了，现在能安静点了吧？我的初吻，云奇，我要杀了你！不许跑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谢世子，我想，我害怕。你，谢世子，就算云起做了什么惹怒你的事，她到底是一介弱智女流，你将她强行拽至此处，又这般欺负，未免太失风度了吧？是啊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欺负她？我想，你哪件眼看到是我欺负了她？我刚到此处就听到你要取她性命，这还算不上欺负。我那是因为……秦城人人都知道我对云起恨之入骨，若是我被他骗得团团转，又被夺了初吻的事情传出去，岂不是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？哎，等等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云起给你下的药，逼你娶了她。这种恶毒又满嘴谎话的女人，霍将军竟还护着。我没有护着她，我只是恰巧路过，就事论事罢了。这顺的是哪门子路？能顺到这犄角旮旯的后院来？好，云起，今日之辱我谢凌宇记下了，总有一日我会让你还回来的。哼！你到底对谢世子做了什么，才把他激得如此失控？我能对他做什么？左右不过是我名声差了些，所以旁人不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情，都喜欢往我头上扣。我不能让他的名声再坏。你既然知道自己的名声堪忧，那就好好维护自己的名声。现在不比从前，没了侯府的庇护，旁人不会再让着你。不是说霍将军得知真相之后，对云起厌恶至极，休了他吗？方才霍将军为何跟着离开？莫不是为了云起？云起的请帖真是谢世子给的吧？我看谢世子的样子也不像啊。为什么我都已经是侯府嫡女，而云起只是个什么都不是的冒牌货，竟也会这样将风头都抢走？竞卖会开始。今日承蒙各位豪门贵胄亲临，苏某代表受灾的百姓，感谢各位的善意。诸位所带来的这些器物，都已经全部清点完毕。成交价最高的捐品，其拍得者与捐赠者，可择日择地小聚半日，以周全这段惺惺相惜之缘。好了，
话不多说，本次竞拍会现在开始。第一件拍品是产自西域的流光锦，开始竞拍。20两，30两。我听说啊，云起假千金身份被揭穿后，侯府虽然收养她做女儿，但是她却没有侯府千金的待遇，所以她兜里根本没有几个子儿。你看她那个捉襟见肘的窘迫样子，哪能拿出来什么稀奇东西啊？哪有钱参加拍卖会？我看啊，她明明就是硬凑着脑袋来参加的。100两，200两，250两。这件来自西域的流光锦，由西月小姐拍得。西月，你拍下的这个东西，足足比市场高出了3倍的价格。这些器具本就是为了赈灾准备的，多花些银子让灾民吃些粮食，也是值得的。西月真是心地善良，可不是嘛？像西月这样是真心为了救济灾民来竞买的，有些人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来的，估计身上都没有几个子儿，连样东西都买不起，不知道舔着个脸来凑什么热闹。就算是耍手段把秦铁骗来又怎样？如今这个落魄的坏女人，就算来了又能拍得起什么？不过是来丢人现眼罢了。是。云大小姐，我家将军说，你今天若是看上什么物件，尽管开口，事后账房那边他会替你料理。不必了，替我多谢你家将军，顺便帮我把这个带给他。这就是为什么说嫁人当嫁货销这样本身就很好的男人。将军，云大小姐说不必了，还让我把这个给你。看着你就像是好天气，看着你就像是有天气。下一件竞拍品，杨之玉3绝如意1枚。西月，这玉如意是你捐的，这个是你们侯府的传家宝啊，这你也舍得？姐姐如何知道这是我捐的？可不只是我，整个京城都知道。当年你母亲萧夫人得到这玉如意后，特意在宴会上向宾客们展示，还说要留作侯府的传家宝。换作是我，想来也舍不得捐出传家之宝。侯府夫人也是深明大义，对女儿如此宠溺，怪不得教出这么好的一个姑娘。谁要是能娶到西月小姐做贤内助，真是修了几辈子的福啊！诸位真是谬赞了，我这些也就是微薄之力而已。同样都是来自侯府，西月小姐捐了3绝如意这样的珍品，云大小姐又捐了什么？莫不是带着个空口袋来行善的吧？说不定姐姐捐了一些更加实用的东西呢。400两，450两。好，这枚玉如意由齐公子拍得。这是本场倒数第2件拍品，为一幅画作，名曰《瑞凤衔珠图》。这谁捐的？这明明是鸡嘛！这哪是什么瑞凤衔珠图啊，分明是小鸡啄米，还是一只痴呆笨鸡。这是谁捐的？拿这种破烂货来糟蹋场子，这叫画？别辱没了文房四宝。还能是谁？满场就剩袁大小姐拍品没有露脸，除了她还能是谁？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这东西给我都不要，倒是她把它捐了出来。得亏她现在不是侯府千金了，要不然真是要把侯府的脸都丢尽了。云起小姐，这幅《瑞凤衔珠图》可是由你所捐，又或是出自你手？
是我。云起小姐，即便是你不愿意捐出一些珍品，以寻常的笔墨纸砚表意亦可，可这般实在有失竞拍会的尊重。苏公子这话我可不敢苟同。这场竞拍会的原意就是让人拍下旁人所捐赠之物，所得银钱用于赈灾，意思就是说与捐赠之物本身如何是没有关系，只要有人拍下，只要能拍出价钱就是好的。就你这破画，扔大街上乞丐都不要，指不定还踩上两脚，谁拍啊？好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便按照流程办吧。这幅瑞凤衔珠图，起拍价就定为10文钱好了。这10文钱都是苏公子给云起面子，谁会愿意拍下这么一幅潦草的破画呀？10两。市井上一整幅名家山水，最多不过5两。霍将军居然为了一副墨团鸡出价10两银子。我知道了，他虽然被休弃了，但毕竟是霍将军的前妻，为了不让他在宴会上难堪，也是为了维护将军府的面子。500两。霍将军这么做，我还能勉强理解，但谢世子这是怎么了？他不是对云起恨之入骨吗？之前全场卖出价最高的，也是西月小姐捐赠的3绝如意，没想到这破画竟比这玉如意价还高。这怎么可能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云起一幅破画竟卖出的价格比我拿出的侯府传家宝还高？按竞卖会规矩，他是想和他单独会面半日，云起惹怒了他是想借此刁难报复回来。100两黄金。100两黄金？是我们疯了，还是霍将军疯了呀？花这么多钱买一副小鸡啄米的破图，这简直就是拿金子往水里砸呀！哎呦，是啊，110两黄金。这哪是来参加竞卖会的呀？这是来看2位拿钱烧的，那金山银山斗法的。哎呀，我没想到我的画居然这么受人欢迎，这早知道就多备几幅了。你们说这规格是不是耽误我做一届画圣了呀？云小姐，我看你还是少说些话吧。150两黄金。180两。你们不要再打了，我知道我的画经验绝伦，但是你们不要再争了。哼，这女人怎么这么会自满自夸？要不是为了和她单独见面好报复她，谁会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幅破画？又不是脑子有坑。霍将军，谢世子既然对我的瑞凤衔珠图如此爱不释手，不如您便成人之美。若您真的对我的画作感兴趣，今日我再亲绘一幅蛟龙入海图相赠，如何？瑞凤衔珠都能画成小鸡啄米，这蛟龙入海，怕不是要画成一只大泥鳅在泥塘里打滚吧？恭喜谢世子以180两黄金拍得这幅瑞凤衔珠图。恭喜！怎么莫名有种被人做局了的感觉？我为了竞卖会精心筹备多日，还把那么贵重的玉如意都捐了出去，可云起仅凭一幅潦草画作，竟拍出远高于我的天价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这便是本场最后一件拍品。原以为云起的那幅破画就已经够敷衍了，这又是谁啊？把品相这么差的茶饼也拿出来？我看这茶饼像发了霉似的，是谁把这种东西拿出来丢人现眼啊？起拍价2两白银。这茶饼
绝非寻常。这等细密如霜的白毫，唯有100年古茶树才能生得出来。200两。我说的是黄金。这是竞卖会，不是玩笑，叫了价是要付钱的。我可没开玩笑，我说的就是200两黄金。云起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这里是伯爵府，不是供你撒野的戏台。林小姐此话何意啊？且不说这茶饼有没有发霉，就算是再好的茶，顶天值几十两银子，谁会花200两黄金买这么个破茶饼？再说了，如今你什么身份什么情况，别说200两黄金了，让你拿20两白银都拿不出来。别再空口白舌的胡乱喊价，你拿我们当猴耍呢。就是啊，苏公子，你这竞卖会也算是行善赈灾的义士，可却变得云起拿一个破话搅和了，还在这乱喊价格，扰乱秩序。依我看呀，你应该差人把他请走，别脏了这善事。哼！谁告诉你这是块破茶饼的？难不成你还想说它是金饼？金饼？这茶饼可比金子金贵多了。这茶饼用的是黔州秘境的雪顶崖，那千年古树只长在终年云雾缭绕的峭壁之上，如今更是已经绝迹。每年谷雨前3日，采茶人都需系着藤索，悬在半空中，用竹篾轻摘芽尖。这一棵古树呢，只能产出2两来，上百斤鲜叶才能做成这一个茶饼。这若是落到懂茶人的手中，必定是要供在博古架上的。用金银来比对它的价格，简直就是亵渎了它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可这云顶雪崖早就绝迹了，别人都没有见过，你怎么会这么了解？莫不是你信口胡诌的吧？云小姐此言不虚，但先前我只认出这茶是上等的古茶，却没想到这茶竟如此珍贵难得。就算这个茶饼是个好东西，你喊出200两黄金，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？这200两黄金，我区区200两黄金，云姑娘如何出不起？云姑娘，我答应你的钱，定会如约送达。来得正好。这位神秘莫测的齐公子，连太子殿下想见他一面都吃了闭门羹。满京城的贵胄王孙没一个见过他的真容，而他现在竟坐着轮椅给云起送东西。没想到闻名京城的齐公子竟然是个瘸子。姐姐，真是没想到，你跟霍大将军这样的好男人分开之后，竟然如此堕落。瘸不瘸的有什么重要的？阿卓带给我的欢愉，是你们这些端着的贵女一辈子都感受不到的。哼！林小姐，如今我买不买得起啊？林小姐，如今我买不买得起啊？云起，你不过是狐假虎威，靠着男人逞威风罢了。若能成为云姑娘的靠山，卓求之不得。有利用价值，总比被抛弃好吧？阿卓说的对。云小姐当然有钱买得起了，只是没想到云小姐竟然和名动京城的齐卓公子是好友。哎呀，真是意想不到啊！什么朋友能送来200两？我看明明就是他不知道从哪儿调来的冤大头。等等，这茶饼是200两黄金买的，今天拍卖的最高者就是这茶饼。正是如此。那我刚才花180两黄金买了云起这破画又算什么？算有钱又有病。好了，本次竞卖会到此结束。竞卖总价列为前3的，可获得伯爵府珍藏的珐琅花叉、官窑瓷器、
书画卷轴任选其一，作为答谢礼。世子，你作为男子，应当气度非凡，应当愿意将这东西让给我吧。妹妹，你如今可是侯府捧在手上的宝贝，自然是不缺金银和字画的。那我将你的那一份拿走，你自然不会介意吧？若与云齐争，岂不是显得和他一样上不得台面？姐姐如果喜欢的话，那妹妹给姐姐便是。世子，随便你。还没谢过世子爷慧眼识珠，我的那一幅《瑞凤衔珠图》，你可千万别忘了带走啊！云姑娘，今夜可否再帮我治一治我这腿气？怎么，齐公子刚刚当着众人的面借了我200金，这么快便想让我还债了？我倒是想这债可以永远的。云大小姐，我们将军邀您上马车一叙，他有话跟你说。好，可以，不过你也得帮我们把风。把风？我与你家将军如今已不是夫妻，孤男寡女共处一辆马车，这传出去影响不好，可别让你家将军坏了我的名声。霍将军毕竟已经是前夫了，我相信他不会做出这种逾矩的事。对，今夜等我。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正式姿态啊？云大小姐的名声还有坏的余地吗？要说坏，也是她坏了我们将军的名声吧。哼！将军叫我来是有何事？齐卓为何送你200两黄金？那日之后，你们还见过？我与齐卓见了几次，将军似乎十分在眼。纵使相交多年的至交，又有几人会将这么多黄金轻赠旁人？莫非是真的关系匪浅？齐公子送我黄金，是因为我去伯爵府前，差人去漱玉楼给他送了一封信，问他借了黄金100两。那钱我替你还，那人不简单，你离他远些，以免招致威胁。为何我欠他的与欠将军的都是钱，有什么不同啊？当然不同，我只是好意提醒罢了，你若不听也就罢了。还有那谢灵雨，先是齐卓，后是谢灵雨，拿我当犯人审呢？我没有。我没有拿你当犯人。那你拿我当什么？是当前夫人还是？别闹！昨夜下的大雨，是淋雨落入心里，是你。是将军让我上马车的，到底是谁在闹？怎么却忘记？怎么一不小心忘记？小姐，我听人说您上了这辆马车，您在里面吗？我在。看着你就像是我正在整理衣裳，你先不要进来。看着你就像是有天晴。齐公子，这么大的雨天，您的腿又该疼了，赶紧早些休息，保重身体呀。他今日答应了，会来府上为我医治的。可这么大的雨，更别提……云姑娘今天上了霍将军的马车。我现在就为公子叫大夫来。不用，
大夫治得了腿疼，他治得了我这颗心吗？你来了。这么大的雨，不回房间，在此处等我。这一天，我的腿好疼，云姑娘，你帮我看一看可好？果然，这欠的债总是要还的。我以为你今夜不来了。今夜我若不来，怎么会知道齐公子如此思念于我呢？红了心动谁？却你映照你轮廓。可终于乱流光绝间，一夜重合。你心已难测，我绝无可。写上墓穴不负相逢，你旅人间，也要与你相拥。万家灯火左右回眸，照着归途重重。娘亲，玉儿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啊？不管做什么，都比不过姐姐。这次你给我的玉如意那般珍贵，竟比不上姐姐随手画的一幅画。哎，还有，这次你为了让我露面，特地买来了绫罗绣缎，为我量体裁衣，还请来了妆娘为我细致妆发。结果她一出现，所有人都只看向她。雪绒伞还剩多少？灰夫人还剩一瓶。玉儿，谁挡了你的路，母亲都会替你铲除。从明日起，恢复云起在府中的吃食。她从前是大小姐的时候，喜欢吃什么就给她上什么。是，夫人。小姐，昨晚下了那么大的雨，你去哪儿了？都不带我。昨晚的场面，若是让你看见，那还了得？小姐，奴婢给您上膳。今日膳食怎么这般好？是花嬷嬷交代的？不是花嬷嬷，是夫人特意吩咐的，说从今日起恢复姑娘往日膳食，所以厨房自然用心。竟是夫人的吩咐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小姐，夫人既下令恢复您的膳食规格，她是不是想通了，不想再苛待您了？萧兰说既已知我与侯府毫无血缘，且虐待过她真正的女儿整整2年，怎么还会如从前那般待我？为何会突然就变了态度？去给我拿一只银簪过来。银簪？小姐该不会是觉得……给。小姐，这烟雾里，这毒是会怎样？是要毁我容貌，还是让我变痴傻？估计是前者。毕竟在他们眼里，我本就是蠢笨无脑的草包，犯不着变得更痴傻。小姐，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急什么？先吃饭。待会儿你偷偷将燕窝倒掉，不要被旁人发现。你找机会去探探花嬷嬷的口风，若她对此事不知情，那应该就是萧兰叔身边的刘嬷嬷干的。好的，小姐。对了，待会儿我要去漱玉楼，你将昨日我在静脉会上获得的谢礼给我拿出来。
你来了。昨日比较匆忙，还没有感谢公子替我解围，今日便带来了谢礼感谢。公子，看看你喜欢哪一个？你昨夜也帮我治了腿，又何必与我这么客气呢？这些明明是伯爵府昨日竞拍会的谢礼。都怪我没有钱给公子买一个像样的礼品，这不就当是借花献佛，以此还债了。那我若是说这不够呢？我说这不够呢？那今日应该不会再有人闯进来了吧？看那春为春光，一轮黄龙。月光潋滟打落，桃花颤抖枝桠。昨夜绵绵耳语，几笺却如许未散去。情丝拂动你眉心，却绕着我心。喜欢吗？翻云覆雨不忍心，坠入夜空沉。我有点渴，想喝茶。去做吧。你这腿疾是如何落下的？每逢阴雨天便疼痛难耐，这昨夜若是我不来，你岂不是得硬生生的扛过去？我的腿乃是寒痹症，我曾在阴冷潮湿、不见天日之地待了10年，寒湿入髓，经络阻滞。后来每逢秋冬，膝下便如坠冰窟，这些年又愈发严重，才难以行走。一个皇后嫡出的皇子，为何会在那种地方一待便是10年？他莫不是在因医术不足而犯难？许多名医都断言我的腿没得治了，所以姑娘不必有压力，你能为我缓解，已是良方。既然应下了，就没有退缩的道理。而且你这腿若是寒痹症，就好办了。哦，公子既然花了200两黄金替我解围，我就一定会替公子治好腿疾的。是这里疼吗？昨夜已经，今日恐怕不可再。为何不可？倘若我说我能治好你的腿疾呢？公子这是不信我能治好，那我此前跟公子说，我可以替公子治腿疾，其公子全当我是在安慰你。他眼中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。姑娘多想，这自然不是。每一次我都觉得疗效甚好，那这次也劳烦姑娘了。这女人从来不是循规蹈矩的性子，她像一团火，明知靠近会被灼烧，却还是让人忍不住沉沦。云姑娘倒是贴心，只是我这般模样，恐怕是配不上姑娘。配不配得上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我说了算。况且阿卓的好，旁人不需要懂的。姑娘说的是，但是你这样就不怕我会对你上瘾，赖上你？求之不得，毕竟驯服一条风雅的犬，可比驯服那些张扬的容易多了。这块茶饼可是你耗时200金得来的，是你的心爱之物，怎能就这么敲碎了呢？不管是豪掷千金，还是心爱之物，我如此看重这块茶饼，
是因为古书中记载，将它弄碎，燃烧热敷，可以治疗寒痹之症。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我，为了我在宴会上还忍受了旁人对他的指摘和巨大的屈辱。你可知我是谁？阿卓，不是南风馆千金难见的齐公子，还能是谁啊？我乃是当今圣上第7子齐卓。他会因为我的身份而疏远我吗？毕竟皇子的身份从来都伴随着算计与危险。皇子藏了这么久，还真是能忍啊。这寒疾是在冷宫得的吧？是，母后早逝，我被人陷害，在冷宫足足待了10年。10年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若不是在冷宫待了10年，或许我也遇不到你了。没想到还能从你口里听到这样的话。我是真心的。公子，太子殿下来了，说是想见您一面。不见。可太子殿下现在就在门外等您。怎么了？公子家中可还有别的门？如若没有，我便只能翻墙了。翻墙？太子殿下想见都被拒之门外的人，如今我却坐在他的龙榻之上。你说太子殿下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一怒之下砍了我？胡思乱想什么呢？殿下，草民真没骗您，我们公子真的在屋内会客。他不是从不见客？那位姑娘比较特别，她今日来，公子还特意让我前去迎接。姑娘是永安侯府的小姐。原来如此。姑听说永安侯府寻回了失散多年的千金，听说那姑娘温婉知礼，心地善良。不是那位，是之前那位。你说的是被霍将军休了的那个恶女悍妇？我在这个七皇子治腿，没想到却被人说成是恶女悍妇。你不喜欢，我便让全京城再不提此事。我叫他休你，那是他有眼无珠。既然太子殿下说我是恶女，说我是悍妇，我若不在他最心爱的弟弟身上恶回来，岂不是不划算？七公子，您没事吧？走开！哎，看那窗外春光依然晃动梦啊，月光连连打落，在他身边，才有这种自己仍然活着的感觉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姐，你快瞧瞧这个，这是武后霍将军的侍卫送来的，说是将军给小姐的。将军还说，这300两黄金，你要还给别人还是自己留着都可以，不用还给他。这都不好意思啊，那便将这钱留着吧，你自己留一根金条。小姐，我说让你拿着，你就拿着。一个小姑娘，整日穿得灰扑扑的，去街上
挑几身好料子的衣裳，再挑几套自己喜欢的首饰。小姐，小姐，我今日去厨房探了探，花嬷嬷似是真不知道下毒的事。我还打听到，厨房管事的刘嬷嬷特意检查了一遍咱们的膳食，才让芳儿送来的。看来这毒是刘嬷嬷亲自下的了。你找机会去刘嬷嬷的房间，看看有没有粉末状的东西，若是有，就给我带回来。对了，小姐，我今日去厨房还听到三少爷这2日好像病了。今日厨房给三少爷送去的早午膳，厨房去收的时候都没动过。早午膳都没动过？这么烫，若今夜我不来，这屋子明日岂不是就变成停灵的地方？水。云金晨，醒过来。怎么是你？还能说话，看来这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都病成这样了，为何不叫服医啊？只是发烧而已，除非我要死了，服医才肯来吧。把衣服脱掉，转过身去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不用。脱衣服，转身，不要再让我说第3遍。都这么严重了，你还不用药？你是真的想死吗？你这伤是因我而起，就算是你想死，也别跟我扯上关系。别走！把你身上擦干净，换身衣服，暗涔涔的，恶心死了。别动！
死都不怕，你还怕疼呢？你反应那么大，是因为疼，还是因为我呀？你一整日都没吃饭，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东西过来，这些都是提前让穗禾热好了。你把衣服穿好之后就过来吃吧。这是你的晚膳，你没有用晚膳。我不饿，而且要保持身材。可是你的胃不好，不用晚膳会胃疼。况且，你已经那么瘦了。你真的烦死了。我知道了，那你坐下跟我一起吃。皎洁一晃，心血佛界，写满炽热承诺，拂袖转身问因果，终杀手。长夜无眠梦，回远，晨光正婆娑。可窗玉兰流光绝界，一月重合，你心意难测，过往皆如歌，千山暮雪不负相逢，你离人间，也要与你相拥。万家灯火，所有回眸，追作银河，停驻在我眼中。浮生若寄，不问西东，踏碎凌霄，惊空一瞥匆匆。亘古长夜，唯一执念，燃着心烟，照着归途重重。我吃饱了。注定无人会将惊奇梦着心萤火。怎会欠在这结局终将要走了吗？怎么舍不得？不是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走的。至少在你睡觉之前，我不会走。我怕我走了之后，你死在这儿都没人给你收尸。我要是说我睡不着呢，他会一直留在这里陪着我吗？你不睡觉在这看着我干嘛？你来的时候给我喂了水吗？是啊，你这人真奇怪，嘴上叫着渴，茶递到嘴边却牙关紧闭，弄得我满手都是水。那你是怎么喂你的？当然是喝到嘴里，一口一口渡给你，不然怎么给你喝啊？你在这磨叽什么？睡不睡？不睡我走了。睡。
月坠星湖，风息烛火，往事。我现在的体温刚好可以用来跟你暖床。一晃，心血佛界，写满炽热承诺，拂袖转身问，因果终闪烁。长夜无眠梦，回远，晨光正婆娑。推窗玉兰流光绝间，一月重合，你心意难测，过往皆如歌。浮生若寄，不忍西东，踏碎凌霄，惊空一瞥匆匆。亘古长夜，唯余轻烟，笑着归途重重。天命注定，我轮回斩荆棘，梦着心影。云锦晨，这是什么？你送我的礼物。我不是记得我扔了吗？我捡回来了。什么时候？是云四野去朱颖轩找你，你让我滚的那一晚。所以你当时走了，是摸黑去竹林找这个玩意儿？找了多久？没有多久，1个多时辰。你到底是想找这个东西，还是想做我的人？做我的人。你感冒不会也是因为那晚吧？那你可想好了，这项圈是你自己戴上的。不要再离开我。真乖。不听话的弟弟有惩罚，听话的弟弟有奖励。是你美丽的眼睛，那是你温柔的心，不小心忘记你。当弟弟就要有当弟弟的自觉，没有经过姐姐的同意，竟敢私自要奖励，这也是要受到惩罚的。是，今晚我允许你跟我一起睡，帮我回竹影轩，天亮之前自己滚回这里，不要让旁人发现。小姐，我找到了。清早厨房忙得脚不沾地，下人房压根没人，我就偷偷溜进刘嬷的屋子里。我从他的被褥里翻出了一个瓷罐，里头都是这粉，我就偷偷带了点回来。果然是要我毁容的很trọng。罐子有多大？余量还有多少？约莫这么高，里头的粉用了大约1指高度的那么多，1指的量。才2天而已，看来他们真的是很心急呀。小姐，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？装作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用干，让他们觉得我每日都将这些燕窝喝得干干净净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回小姐的话，每日送去的燕窝，大小姐都吃得点滴不剩。只是这几日她足不出户，连窗户都关得严实。老奴让送饭的小丫头多留意，
可是连大小姐的影子都瞧不见，更别提面容变化了。算算时间，雪绒伞的毒素也该发作了。二小姐，这是夫人为你明晚在宫宴上定制的。明晚的宫宴，绝不能再让云奇抢去半分风头。不好了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小姐！大小姐不知道发什么疯，在自己院内疯狂砸东西。小姐，你要不要派人过去看一看？你说什么？胡小姐，小的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只听人说大小姐在西院疯狂砸东西，动静大的东院那边都听见了，小的这才赶紧过来报信啊。该不会是……不用派人了，我亲自去看。小姐，你消消气。小姐，如今我才是真正金枝玉叶的侯府嫡女，还何须怕云起这冒牌货？姐姐这是做什么？好端端的屋子怎么被砸成这样？果然是雪绒伞见笑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是来看我的笑话的是吗？姐姐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是怎么了？3天前晨起，我的脸就开始长这些鬼东西，所以我才闭门不出的。原以为是累着了，过几日就会好，谁知道却越发的严重。是你，云溪月，是你做的对不对？是你记恨我，所以对我动了手脚，是不是？姐姐，你快松手！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会变成这样。还装，你还装！元琪，你休得放肆！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娘亲，女儿脸上现在长的都是红痣，是云虚月在女儿的膳食里面下毒了。娘亲，女儿虽然不是您亲生的，但是您从小一直养在身边的呀。女儿的脸成这样，您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！够了！侯府上下多少双眼睛盯着膳食，哪里轮得到你胡乱喷药？我看是你自己不知道碰了什么东西，才变成这个样子，还不让你的丫鬟把这里收拾干净。以后你再敢胡乱攀养玉儿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那娘亲，你也要找人替我医治啊！女儿今日去看了府医，她支支吾吾的，说不出个原因，所以女儿才会生气砸东西啊。哼，府医瞧不出，说明无大碍，过2日自然变小。那是因为府医庸碌。宫里太医医说好，娘亲，您带女儿进宫，请太医给女儿医治吧。女儿脸上的红疹要是不消，女儿以后也不活了。胡闹！你以为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宫里也是你随便能去的。母亲，明日姨母的寿宴，不如带着姐姐一同前去吧。若是能让太医瞧上一眼，也可以让姐姐安心。玉儿，你……玉儿成长，学会绵里藏针了。这个恶毒的女人，终于得到了报应，让你抢风头，看以后谁还会多看你一眼。母亲，你就让姐姐一同前去吧。还是妹妹对我好，母亲，你就答应吧。母亲，说到底，姐姐是侯府养大的，你也舍不得姐姐受这个苦。看到现在姐姐脸变成这样，我也挺于心不忍的。妹妹，你真的实在是太善良了。从前我还那样对你，都是我的错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姐妹好好相处。行吧，明天你同我们一起进宫。多谢母亲。走吧。小姐，您的演技也太好了，要不是奴婢先前知道您的打算，奴婢也会被您骗过去的。我若不这么说，他们怎么会带我一起入宫？我呢，最喜欢看别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七公子，您就吃一口吧。上次一别，云奇有几日没来了？这……
明月高悬，想来切不得曾召多少人，估计早就把我抛之脑后了。若是他再来，也不必开门了。哎，我倒是不知哈卓私下里是如此思念我。你又是谁？哈卓，你莫不是病情严重，看不见东西了？是我呀，我是云起。多日未来，来六戴着面纱，怕不是在戏耍我？这是怎么了？你竟然不怕？这种怪病可是会传染的。要是传染给我，能与你分担痛苦的话，也算是值了。疼吗？我现在就去叫太医。不能叫太医，你要是叫太医，我的计划就全泡汤了。什么计划？要将你的脸弄成这样？皇城之中危机四伏，我一个侯府假千金更是如履薄冰。哈卓，你不愿意回去恢复七皇子的身份，我只好单枪匹马闯进宫中，给自己铺路，找一棵大树喽。哈卓不想恢复身份便不恢复，我理解的。我此次来是为了向你借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个幸运吻。我进宫了，祝我这次一切顺利。若不是一个瘸子，就可堂堂正正的站在你身前保护你。但今日之后，哪怕是坐着轮椅，我也要跟你趟一条康庄大道，护你一世周全。小姐，这马车和以前差别也太大了，我去看看能不能坐。这马车又脏又破，怎么能让大小姐坐呢？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，能进宫就不错了。坐这种马车还嫌委屈了？你这奴才是什么态度？大小姐她……算了，没想到小姐现在这么能忍辱负重，小姐果然是成熟了。什么低贱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要么滚上来给我驾车，要么你就再也不用上来了。是。小姐，这会换车怕是来不及了，您要不先将就些坐下。小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是误了宫宴，需要多久？真是老天有眼，可算等来一个报仇的机会。停车！哟，这不是云大小姐吗？好端端的站路边干什么？世子爷，我家小姐马车突然出了故障，耽搁下去，怕是会误了进宫的时辰。世子爷也是要去赴宫宴的吧？不如行个方便，捎上我家小姐一起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怕耽误时辰，那就走着去呗。我给你算算啊，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东走，穿过3条街就是宫墙，也不是很远。世子爷，您这话可折煞人了。坐车不过1刻钟的路，真要走路，起码也要半个时辰。小姐身子娇弱，如何经得起这种奔波？他不是最有本事的吗？走上区半个时辰，就当是锻炼身体了。你要是不想走，那就只能求我了。你要是软言软语的恳求我，我倒也不是不能让你上来。幼稚！他竟然说我幼稚！你去路边寻块干净石头给我，我坐着休息一会儿。误了时辰便误了，等马车修好了我们再走。是。
这女人怎么这么固执？你确定不求我捎上你？他该不会是要打我吧？他不是要打我，难道？你干什么？月光连连打落，桃花颤抖枝桠。他是在摸我，他手好软，女孩子真是水做的吧？怎么做到腰那么细，手也这么软了？刚才瞧见世子爷肩膀上落了片梧桐叶，想要帮你取掉呢，是我看错了。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世子爷该不会是以为我是要摸你吧？谁紧张了？还有谁稀罕让你摸了？自作多情。走，阿福，快走！小姐，咱们当真要在这风口里等着？不要着急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世子，您就真这么走了？不管云大小姐了？你管她做什么？喂，开慢点儿！这马这么快做什么？是要颠秃我吗？哪里快啊？哎，这不是在等人追上来吃什么？世子爷，等一下！世子爷，云彻，世子爷，等一下！怎么回事？世子爷，我家小姐说她知错了，不该回绝你的好意。小姐还说，那日在后花园也是她的错。她竟然还会跟人认错！世子爷，小姐这会儿就在槐树林后面的一个茶摊坐着，说想当面给你赔罪。你确定她真是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不过小姐也说了，若您不信，那就算了。反正她要道歉就只道这一次。哎，罢了，那我就给她一次赔罪的机会。阿福，我们走。好嘞。世子爷，这树林连鸟叫都听不见，哪叫有茶摊的样子？确实，这正常人谁把茶摊开树林里啊？哎，我平安扣呢？小姐，上车吧。小姐，这是我们家世子的马车。你家世子另选了一辆马车，让我乘这辆进宫。你不信啊？那你认不认识这平安扣？小姐，请上车。世子爷，咱们要是再走不出去，宫宴恐怕赶不上了。小姐，咱们真就这么走了？谢世子爷还在树林里呢。他不是说穿过3条街就是宫墙不远吗？还说多走半个时辰全能锻炼身体。我这是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。小姐这么美，小姐能有什么错？小姐就是想让世子爷锻炼身体而已。连辆马车都跟不住，当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许氏姐姐那匹马年迈，这才跑得慢了些。是镇国公府的马车，今日来的应当是谢家的世子。月儿，你快过去打个招呼。傻丫头，
谢氏是百年望族，而且谢老夫人还是太后的亲姑姑。谢灵雨乃镇国公府唯一嫡子，自幼被老夫人养在膝下，又深受太后疼爱，这等身份，甚至比起宫里的普通皇子都要显赫3分。日后你要么嫁入皇家，要么嫁入顶级贵胄之家成为主母，就得趁宫宴时在继承人面前多露脸，明白吗？玉儿明白了。说起来，云起那个蠢货，从前这位谢世子竟还对他亲眼过。他倒好，一门心思痴恋那位高岭之花裴相，硬生生把那个谢世子得罪的彻底。哼，那裴相又何曾给过他一个眼神？若你能得了谢世子的青睐，也好让我们侯府重新搭上镇国公府这条线。玉儿明白了。可是谢世子在内，前几日安远伯爵府的竞卖会上，我曾见过世子，却未能攀谈。没想到今日竟在此处又遇见了世子，真是巧啊！不巧，妹妹，是我。云起，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在谢世子的马车里？我的马车行至半途，车轴断裂，正巧遇上谢世子路过，他便将他的马车给我坐了。他竟这般好运，偏偏在马车坏掉时遇见谢世子，还能坐着谢世子的马车来。既然来了，还磨蹭什么？还不快跟上！月儿，可请安令是。宁姐，好好好。哎，陈大人，一定是。哎，等到我们的时候，请。好，啊，志在，裴相来了。裴相来了。裴县官常爱穿青色，这是巧合，还是他今日故意穿了与裴县相配的颜色？他好装啊，让人想把他从云端上拉下来。好，一个两个都不理我是吧？云奇，你把我骗去怀秀林，自己去坐我的马车进宫，你怎么这么厚颜无耻？还有，我的玉佩是不是你拿的？你拿了我的玉佩才喜欢带了我的车夫，还给我！这不是谢世子自己说的吗？区半个多时辰的路而已，多走几步才能锻炼身体了。我这是为了你好。原来那马车竟是云起设计骗来的，而且他骗了人，竟还如此不知悔改。姐姐，纵然你曾与谢世子相熟，但是你怎么能这般对谢世子呢？骗了他的马车也就罢了，竟还偷了世子贴身的平安扣，你这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依我看，姐姐还是赶紧把平安扣还给谢世子，给他赔个不是吧。谢世子定然觉得我善解人意，与云起不同。哼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他骗我关你屁事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啊！人家到底是真正的侯府嫡女呢，谢世子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要我说，这侯府嫡女也就是多事。那云起再怎么厚颜无耻，与谢世子也是青梅竹马的情分，便是吵翻了天，也是人家的私事。他忽然插过去凑一嘴，能不讨嫌吗？哼，是西月唐突了。谢世子这是做什么？西月妹妹也是一片好心替你分说，你何苦这般尖酸刻薄？即便不熟，也该顾些体面吧。你也滚！我要干什么还用不着你指手画脚。玉佩还给我！你还我！云姑娘怎么也来了？玉佩还给我！抢得着就是你，来啊！你还我！一个是被他下药骗婚的前夫，
一个是从前痴恋闹得满城皆知的旧二，一个是从两小无猜快还我到势同水火的竹马。别闹了，好混乱的关系，前夫旧爱竹马，妻妻一堂，就差齐若不在了。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荣贵妃娘娘驾到！你不是想要玉佩吗？坐下。谁要与你同行？怎么，这个玉佩你不要，那我就扔了。等把平安扣要回来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，要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都免礼落座吧。今日是荣贵妃生辰，朕特设宴同乐，诸位爱卿不必拘谨，且尽兴畅饮，恭贺良辰。还给我。很生气啊？你说气不气？又不是你被人像傻子一样骗去小树林里转了几圈，是我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方才见你一路走过来过于紧绷，我帮你按按。反正小时候我连你不穿裤子的样子都瞧过，你害羞什么？你别胡说。我没胡说，我只是好心帮你按按。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很热吗？要不要喝口茶？昨夜绵绵耳语，记忆缱绻如许为散去。情丝拂动你眉心。好了，够了，你别再弄了。珠帘摇晃着红烛影。好热，怎么这么热？一定是他在水里加了什么。他怎么把手收回去了？还生气吗？气什么气啊？你是我祖宗，行了吧？转过去。转过去？你要我转过去做什么？你不是让我把玉佩还给你吗？我知道，这是你娘亲留给你的，我可有好好保管哦。你转过去，我帮你系上。算你识相。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可这一蓝流光绝间，一夜重合你是迷人又细手又软又香。镇国公府那谢世子不是和侯府那个贾千金闹掰了吗？现在瞧着感情好像还是很好啊。不过就算谢世子再喜欢他，但镇国公府怕是再也不会让这样的女子进门了吧？那你可就想错了。就谢家世子那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，他喜欢谁想娶谁，谁都拦不住。好，承贺礼。镇国公府贺珊瑚雕蓬莱仙岛一件，愿娘娘寿比南山，福泽绵长。安远伯爵府贺长寿赋一卷，祝娘娘贺寿无疆，长乐未央。永安侯府贺千秋岁宝匣一件，祝娘娘福寿双全，永享尊荣。这些寿礼，爱妃可还满意？陛下为臣妾操办寿宴，满殿珍宝皆是陛下心意，臣妾欢喜的紧。只是臣妾还对一件东西很感兴趣，
不知陛下想不想听？爱妃，但说无妨。臣妾前些日子听闻安远伯爵府举办的记名竞卖会上，臣妾姐姐的女儿云起，她捐出一幅自己画的瑞凤衔珠图，被定远将军和镇国公府的世子高价争抢，最终是那位谢世子以180两黄金拍下。臣妾就是好奇，这画作究竟如何精妙啊！今日云起也在寿宴上，臣妾斗胆求陛下开恩，不如让这孩子现场再做一幅此画送与臣妾，就当给臣妾的寿宴添个彩头，您觉得行不行啊？若云起在圣驾前献丑，便是触了皇家体面，陛下震怒之下，总能寻个由头将他拿捏。终于等到他的报应了。他再怎么坏，也不能真眼睁睁看着他出丑送死吧？这个笨蛋，他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？他自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哦，哪位是云起？臣女云起，见过陛下。为何戴着面纱？回陛下，臣女近日偶感风寒，唯恐将病气过与诸位宾客，故而以纱遮面，望陛下宽宥。方才荣贵妃所言，可都是真的？朕倒也想瞧瞧，能拍出100两黄金的瑞凤衔珠图究竟是何神韵？云起，你可愿在朕与贵妃面前再绘一幅？云起，你可愿在朕与贵妃面前再绘一幅？待会儿要不直接站起来说他染了风寒，双颊滚烫，手抖得握不住笔，恐难胜任作画之事。陛下，霍将军有何事？回陛下，那幅瑞凤衔珠图是臣所作。哦，他怎么说是他画的？那日伯爵府上云奇捐出的画是霍将军画的，这怎么可能？霍将军出身将门世家，行事稳重，怎能画出那般形同小鸡啄米、笔势潦草的稚拙画作？该不会霍将军是为了维护云起，才起来将那幅画认下了吧？那幅画是臣与云起在大婚之夜酒后玩闹时的信笔涂鸦，他把画捐去伯爵府时，是知道臣会将此画拍下。只是臣未曾想到，镇国公府世子竟对臣的这幅拙作青睐有加。既然是赈济灾民的善事，臣也未再执着，就将画让给了世子。霍萧这是在说什么胡话？当我是脑子有病吗？谁会对那种破画另眼相看，青睐有加呀？难怪云起会有底气拿出那么一幅破画去伯爵府捐出，原来是知道霍将军会拍下。那谢世子在这里面又充当了什么角色呀？人家夫妻俩心有灵犀，他在那儿又唱又跳的，岂不尴尬？哎，等等，那幅画若出自霍萧之手，皇上断不会让堂堂定远将军当众上前现场作画，献给荣贵妃。哦，原来是霍将军的大作啊！我就说当日从画中怎么瞧得出一丝铁血锐气。对这话顿觉敬意。铁血锐气，就那副歪歪扭扭的小鸡仔，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听闻这霍将军被云起下药蒙骗，分明对他厌恶至极，怎会如此？云起，霍将军所言当真如此吗？回贵妃娘娘，霍将军所言属实。霍将军画艺欠佳，臣女担心他的画作遭人耻笑，才谎称是自己所作，不想竟是引起贵妃娘娘的误会了。不是，给个台阶下了就得了，他怎么还要踩人家霍将军一脚啊？既然是霍将军酒后随性之作，那此事便罢了。不过臣女最近确实在钻研丹青，若贵妃娘娘不嫌弃，臣女愿当场做一幅画，
送给贵妃娘娘，当做寿礼。他是不是疯了？好不容易将他从坑里拉出来，他竟然又主动往火坑里跳。云锦，别闹了，这可是在皇上面前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往日总听人说这假外甥女愚不可及，今日一见，才知传闻半点不假。皇后以为如何？便让这孩子试试吧，画的好坏与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有一份孝心，总归是一片心意。好，备画具。哎呀，这他行不行行？一会儿肯定丢人。他们不会真以为我只能画出那种小鸡啄米图吧？瞧他那副故作高深的样子，他装的真像精通画艺似的。我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个什么鬼画符来。婉莹姐姐莫要这般说，说不定云绮姐姐有什么新的才艺，想要给贵妃娘娘个惊喜呢。陛下，臣女画好了。妙极了！你说近来才开始研习丹青，若不是太过谦逊，便是天赋异禀啊！将画呈给皇后与诸位爱卿共赏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？这个云绮不是只会画什么小鸡啄米吗？她怎么可能真的会画画，还画的这么好？而且他这画孔雀和白鹭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竟被这么个小丫头摆了一道。云绮到底是画了什么呀？竟然能让见惯珍宝的皇上和荣贵妃都这般诧异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画的也太好了吧！画的真好，看到太妙了，简直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这画的也太好了吧！画的真好，看到太妙了，简直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根本从未正经学过丹青，可眼前的画分明是出自顶尖画师之手的神来之笔。这孔雀和白鹭分明指代的是殿内的荣贵妃和皇后。金鳞孔雀昂首开屏，暗合荣贵妃近日宠冠六宫的张扬姿态，而那白鹭气质温柔，正是皇后母仪天下的写照。难怪刚才荣贵妃看了画，面色骤变，皇后看过之后也若有所思。到底是巧合，还是我想多了？旁人如何揣度这幅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台上那3个人的心思，也算是借着这幅画拉近了与皇后的距离。我只需要让最高掌权者皇上和皇后另眼相看就行了，贵妃谁在意？陛下，臣女以这幅金陵瑞鹿图为贺，恭祝荣贵妃娘娘寿诞。孔雀开屏乃盛世之兆，正趁娘娘风华绝代。白鹿衔之是祥瑞之征，寓意娘娘福寿康宁。金与银毛相映成辉，取的是金枝玉叶、福寿双全之意。愿臣女此画能博得皇上、皇后与贵妃娘娘一笑。若臣女此画有笔法粗陋之处，还望荣贵妃娘娘不吝指点。指点什么？若是表现出不高兴，就是摆明了不敬皇后。更何况，陛下方才刚夸过他这画作精良。云绮，本宫竟不知你这孩子画工如此高超啊！难为你这孩子小小年纪，既有孝心，又见妙笔，当赏。就赐你东珠步摇1只，和田玉如意1柄，另赏蜀锦10匹，送至侯府吧。陛下英明，谢陛下。你
你什么时候学会画画的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？怎么被我惊艳到了？现在更喜欢我了？你怎么那么厚脸皮啊？谁会喜欢你这种坏女人？老吃什么肥醋？一个男人就这点度量，真是难登大雅之堂。移驾揽月台祈福。曾经以为我恢复了侯府嫡女的身份，从今往后会拥有一切，可是，一切根本就没有改变。云起明明是冒牌货，却将本该属于我的目光、尊崇通通抢了去。我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。姐姐，我同你一起去吧。同我一起？我们的关系何时这么要好了？我一直都很关心姐姐的。我之前不是还答应姐姐，让娘亲替姐姐寻来太医院的太医，帮姐姐治脸吗？今夜的风有些大，姐姐你的面纱可要戴好了。哎呦，他的脸怎么这样啊？姐姐，你的面纱被风吹跑了。啊，他不是说只是染上风寒，怕把病气过给别人，才戴上面纱遮挡吗？这侯府的假千金也太丑了吧！是啊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你不是不与我讲话吗？我去知会一声，带你先行离开，或者让人再给你寻个面纱来。不必了，反正大家都已经看见了，再遮住也没什么意义。随你。霍将军，是我不好，方才是我帮姐姐系面纱时，一不小心没有抓稳，是我不好。你要是真自责，那就去捡回来。你要是真自责，那就去捡回来。霍萧，我有事与你讲。那我去前面等姐姐。西月，云起的脸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前几日晨起的时候，姐姐脸上忽然长了红疹子。昨日我还央求母亲，等今日宴会结束之后，请宫里的太医帮姐姐瞧瞧脸，就是希望不要是什么传染人的病症。西月，你这个真千金真是品性纯良。你皇上、皇后娘娘驾到！干得不错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愿圣体安康，六宫和顺。愿陛下福寿绵延，也愿臣妾可以常伴君侧，更愿臣妾早日诞下龙胎，绵延子嗣。爱妃心意缱绻，朕自然要有所回应。今日
朕还为你的寿辰准备了一份不一样的惊喜。陛下还为臣妾准备了什么惊喜？爱妃，且抬头看。哇，真漂亮！谢陛下，好美啊！真美，好大的烟花呀！漂亮啊！紫禁之巅，天上有太好看了！真漂亮啊！太好看了！哇！这是波斯国进献的星宇昙花，朕特意命人准备的，贵妃且慢慢欣赏。皇后娘娘，臣女听闻这波斯国的烟花虽然绚烂，但在燃放时也是存在危险的。娘娘不如后退一些。你这孩子有心了，只是你这脸是怎么了？回皇后娘娘，臣女这脸是另有隐情，其中缘由现在不方便告知娘娘。女孩子家家的，脸上突然出了这么多疹子，必然十分慌乱。你若需要，等宴会后我让太医过来给你瞧瞧，如此也可安心些。多谢娘娘。快救驾！皇后娘娘小心！小心！快救驾！救驾！刚才若不是他及时叫我推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云起，云起，你怎么样？摔到哪？爱妃，爱妃，怎么样了？陛下，爱妃，臣妾肚子好痛。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臣妾的孩子是不是？妹妹先放宽心，太医即刻便来。事情已经发生，已经无法挽回。如果孩子真的没了，那一样没得有价值。皇后娘娘，刚才是你把臣妾推下来的吗？贵妃，皇上明鉴，是皇后娘娘推了臣妾一把，臣妾从一之间摔下去的。皇上，你可要给臣妾做主啊！贵妃，朕当时看得清楚，变故发生时，皇后被身边的人推开，她与你相隔数步之遥，断无可能推你。许是你太过慌乱，才产生了错觉。难道刚才把皇后推开的人是这个云起？参见还不快将贵妃抬至昭和殿去诊治！若保不住贵妃和龙胎，朕让你们整个太医院陪葬！皇上息怒，臣等定当竭尽全力救臣妾的孩子。爱妃，皇上且去陪着容贵妃。今日寿宴突遭变故，臣妾自会料理。好，那便辛苦皇后了。爱妃，云锦，你说话呀！你到底哪受伤了？好孩子，告诉本宫你伤到哪儿了？回皇后娘娘，是膝盖。方才臣女瞧见那烟花炸药碎片常年落的时候，只想快点推开皇后娘娘，结果不小心自己磕到了台阶上。没关系的，就是一点小伤，顶多也就是淤青几天而已。臣女回去涂一些治跌打的药就好了。你的脸都被弄脏了，你奋不顾身救了本宫，本宫该向你道一声谢。晚些本宫让内务府去太医院取最好的金疮药和跌打膏，给你带回去。谢谢皇后娘娘。这死丫头怎么运气这么好，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对皇后有了一份恩情。这恩情皇后要记，也该记到侯府头上。走。谢谢皇后娘娘挂怀，这丫头平日娇气得很，磕碰一下都哭闹得不行，
不想今日竟有如此担当，想必是听了他爹爹的教导，要他敬重娘娘。待他回府后，我会让府上最好的医正为他诊治，娘娘不必忧心。姐姐，你没事就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这……别动，让本宫帮你把脸擦干净。这……云起不是中了雪绒散之毒，所以脸上才起了这些红疹的吗？为什么脸上的红疹能擦掉？他根本就没有中毒。既然没中毒，为何伪装出中毒的样子？云起，你脸上的红疹都是用颜料画上去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皇后娘娘，臣女。你不必害怕，将实情说与本宫听。今日有本宫在，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娘娘，云起她正是……萧夫人，本宫是在问云起，并没有在问你。是回娘娘，臣女脸上这红疹是娘亲让臣女画上去的。她说这是妹妹回侯府后第一次进宫，不想让我抢了她的风头，于是便让我把脸画成这个样子。臣女实在不愿意以这样的样貌示人，所以便戴了一块面纱，却没想到来揽月台前，面纱被风吹走了。谁能想到，向来以贤良淑德闻名的永安侯府夫人，竟会做出这等事情？即便那个云溪月才是侯府真正的血脉，但她既然也收了云起做养女，就应该一视同仁。是啊，怎能偏心到这种地步，用丑化自己的养女来衬托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云起的面纱也是因为云溪月才飞走的，他就是想让云起丑陋的外表暴露在外，简直心机又恶毒。京城里人人都说云起恶毒跋扈，可若是恶毒跋扈的人，又岂能受这委屈啊？在人前都敢如此，在侯府，云起还不知道要遭受多少白眼和欺负。你们母女贱不贱呢？谢世子，你不能这样说我娘亲和妹妹。此事也不能怪我娘亲与妹妹，只是母亲担心妹妹长得不好看，说我不扮丑。今日所有人的目光都要落在我的身上，那让妹妹以后如何自处啊？皇后娘娘明鉴，从前我有多溺爱云起，满京城都有目共睹。我视她如掌上明珠，又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这其中必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！从前云起是侯府的嫡女，也是萧夫人唯一的爱女，萧夫人自然疼爱。可如今萧夫人真正的爱女另有其人，云起不过是侯府没有血脉的养女。本宫是想提醒夫人，膝下多了个女儿是福气，若不能一视同仁，倒叫外人看了笑话。谢皇后娘娘教诲，妾身定当铭记于心，好好教导两个女儿。今日宴席便到此为止吧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怎么样，你还能站起来吗？疼。好好好，我的小祖宗，我抱你起来总行了吧？我来，我来。什么叫你来？我抱他走，送他回侯府。凭什么？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，霍将军难不成比我和他更熟？她曾是我的妻子。
哼，那又如何？一日夫妻罢了。你们成婚的第2日你就把他休了，现在在这里装什么关切？谢世子早前不也四处放话说对他厌恶至极？现在我怎么知道你是担心他，还是想借机伤他？霍将军和谢世子莫要争执了，不如听听云姑娘的意思，看她更想跟谁走。可以说的吗？当然。那我要裴丞相帮我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原来我才是那个跳梁小丑。你爱让谁抱就让谁抱，老子不管你了。那裴相你，臣不愿意。况且臣是文臣，体力不带，此事霍将军比臣更合适。霍萧，裴宪不抱我，我好没面子啊！你也知道丢脸啊！哎，不是，裴丞相都拒绝了，霍将军还愿意把他抱起来啊？现在我比你更没面子，你不用担心自己没面子了。霍将军到底被这云起下了什么蛊啊？还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时辰不早了，那诸位就请回吧。太子殿下，臣女告辞。微臣告退。母亲，走吧。云姑娘，云姑娘，霍将军，云姑娘，皇后娘娘托我给您送金创药和跌打药。帮我多谢皇后娘娘。如今昭和殿那边形势如何？回小姐，太医们已在全力救治，只是荣贵妃娘娘腹中龙胎，怕是……皇后娘娘没有受到牵扯便好。走吧。原剧情里，荣贵妃借着没了孩子的事诬陷皇后推搡她，致使皇上震怒，收缴了皇后的凤印，那也是皇后被楚宣帝厌弃的开端。不过，既然我来了，就是要跟天道对着干的。天道若要将皇后与太子撵入尘埃，我就偏要托举。霍香，你帮我。那我送你上去。嗯。我刚刚让裴宪抱我，将军不生气吗？让我看看你的伤。霍将军，送到这里便不劳你费心了，毕竟你已经是前夫了。是你？你以为是谁？既然都进皇宫来了，为何不去见皇后皇上，还是在马车里等我呀？我来不是为了他们，而是为了你。好疼，我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。昨夜绵绵耳语，记忆缱绻如许为散去。情丝拂动你上了药就不疼了。却绕着我心意，珠帘摇晃着红烛影，指尖流动好光景无名，不要有自己啊，疼的话就咬我。不忍心，坠入夜空沉溺。
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的小跟屁虫来了，你走吧。我的腿可能没办法送你这一程。奖励你，谢谢你帮我上药。乍然想起，旧时烟波，浮生自在。得寸进尺。小姐，云公子和霍将军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小姐，您快下来吧。来了。阴魂不散。齐公子腿脚不好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。既然成婚次日便递了休书，为何还要凑到他身边，还用这般亲昵的语气？你配吗？霍将军与姐姐并无关系，还是离远点比较好。姐姐既受了伤，就由我抱回去吧。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唤我姐姐，是因为霍萧和齐卓在场。谢和，哎，天色已晚，你们早些回去休息，自会有人照顾好我的。姐弟是比夫妻都要牢固的关系，你们永远比不上我和云奇的关系紧密。哼，走。放我下来。今日被这烟花火药弄得浑身脏死了，我要沐浴，你回你的寒无院吧。知道了。备水。是。小姐也太美了，连女子看了都要被勾了魂儿去。小姐，奴婢帮您把头发再擦一擦吧。不必了，任它自然风干就好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干什么？还是擦干比较好，别着凉了。你在门口等这么久，就是为了给我擦头发？不是，我是想看看你的伤是不是很严重。没那么严重，都是我装的。不过你既然想看的话，那边看吧。谁让他受这样的伤，真是该死。皎洁一晃，心血复结，写满炽热承诺，腐朽着声纹，因果中闪烁。这样我不好。回远，晨光全婆娑。可终于蓝流光绝间，好想吻上去。重合你心意难测，过往皆如歌，千山暮雪不负相逢，你离人间，也要与你相拥。皇上，灯火所有回眸，追索银河，停驻在我眼中。浮生若寄，不问西东，踏碎凌霄，惊空一瞥匆匆。亘古长夜，唯一执念，燃着心烟，烧着归途重重。天命注定，我仍会斩荆棘，望着心萤火。娘亲，这一切都是云起故意的，我真是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深的心机，是我害了娘亲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夫人，二小姐，老奴当真是不知情啊！你那边说完那事儿以后，老奴就交代给刘嬷嬷去做了。夫人，从第一日起，老奴就按照吩咐，把药粉细细的搅进大小姐的燕窝里。后来二小姐吩咐让加大药量，老奴也是半点不敢耽搁，每日送去竹影轩的燕窝，大小姐都吃得干干净净。若真要说有什么异常，或许是……快说，或许是什么？有一日早上，老奴安排完厨房的活计，回屋后发现自己的枕头像是被人动过，只是老奴看了，那装着雪绒伞的药罐还在，里面的药粉似乎也没见少，就没放在心上，以为是自己多心。明知道不对还不来禀报，脑袋长着是用来当摆设的吗？娘亲，你别气坏了身子，这一切都是云起诡计多端，也不能全怪刘嬷嬷的。够了，下去吧。现如今，云起已经在皇上面前露了脸，又得了皇后青睐，无论从前如何，现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动弹了。唉，他何时有了这般心机？娘亲，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啊？叶儿放心吧，娘亲自有办法。这个雪莲应该对他的腿肌有效果。你们是谁？有人让我们取你性命，杀！别动他！没事吧？月星湖，风息烛火，往事斑驳。终于蓝了光，要动他，想烫我的尸体。重合，一情意难测。我带你走。过往皆如歌，千山暮雪不负相逢，你离人间。
你疯了吗？你刚刚差点被他们打死。栗子，还热着，吃着吃。你就不怕他们？怕，但也不能让你伤着。笨蛋，可是你受伤了。我没事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走，回家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娘不是普通婢女，她是江南首富沈家的千金，当初被人贩子拐走之后，流落到了云家。这玉佩上的纹路像是江南的缠枝莲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娘，她真的是自愿出走的吗？这是沈家的信物。你娘呢，本是富商之女，当年走失后被卖进了云府，发现呢这云老爷要把她送给上司做妾，所以便连夜跑了。别想着去找云老爷算账，你的命可比那点绸值钱多了。你要是想找你娘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？你相信我吗？你信我就行了，我不会骗你的。刚刚那些人，他们为什么伤你？他们是谁？刚刚那些人，他们为什么伤你？他们是谁？自从我从皇宫回来之后，这萧兰淑母女就把我视为眼中钉。不过，想把我这颗钉子拔掉，也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自然是伤得更重些。他们不是想要我死吗？那我就装作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躺在床上养着。到时候他们要么放松警惕，要么趁机补刀。那我要怎么还击，就由不得他们了。娘，我刚刚让贴身丫鬟去打听了一下，听说云起被抬回去的时候，后背的血把衣服都染透了，伤成那样都没死成，算他命大，就怕皇后娘娘那边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也是担心这个，听说现在霍将军守在他那边，万一发现云起是被暗害的，必定会彻查此事。虽说咱们派过去的人没有留下痕迹，但万一我们……别说了，现在就盼他伤得更重些，最好躺个10天半个月，没力气去查这件事。查，把京城所有蒙面刺客的窝点都给我端了，我要知道是谁动的手。还好吧？怎么样？疼不疼？太医呢？金冲要我让人送来了最好的，怎么还没止血？谁敢伤我云起？我这就去把那些刺客揪出来剁了。云起，你在这等我，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谢凌雨，我煮了点补血的红枣粥。这么热闹，怎么？我是要办流水席吗？别说话，好好养伤。这个药止血快，我让大夫掺在药里，效果更佳。月坠星湖，风息烛火。云起，你别怕，我已经让侍卫守住门口了，谁也别想再进来伤害你。等你病愈好，我就去把他们的老窝给端了。
好，这京城的训犬大戏也才刚刚开始呢。